莫迪去趟美国是领命向中国挑事儿吗？其实新德里在这个方面应该是无需扬鞭自奋蹄。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周小飞。最近呢，中印之间这个第13轮军长会谈谈完了，这回谈的可真是不寂寞呀，火药味挺足的。中国发布新闻是什么呢？说印度提出了一些不合理并且是不切实际的要求，而印方呢针锋相对，说自己就解决剩余地区的这个问题提出了建设性建议，但是中国不同意，而且中国也没有提出任何的前瞻性建议。不仅仅如此，印度还宣称，就是因为中国的行动单方面改变了现状，还违反了双边的协议。然后有这个媒体就评论呢，说印度的态度在2个月之内有明显的变化，说上次这个谈判跟这次谈判态度不一致，显得更强硬了一点。主要是美国印太战略给了印度足够的底气。你想9月25号发生什么事儿了吧？就是那一天，印度总理莫迪在华盛顿参加了一个4国安全机制的峰会，就跟那个拜登私聊过一回，双方声明要加强美印防务合作关系，然后美国把印度捧成是主要的防卫伙伴。然后美国印度那个国防政策小组会议呢，还决定是年内要搞一次美国印度的2+2会谈。所以呢，有媒体分析有了拜登的撑腰，莫掌门就敢上中印边境去耍剑。不过呢，有时间顺序未必就是有必然的关联，因为这次的军长会谈谈的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主要内容呢讨论的就是印方所谓的15号哨所附近双方如何脱离接触。又说解放军呢是一直以来卡死了印军在附近一个地段的一些巡逻路线，所以要解放军后撤，撤回到去年4月以前的位置。这事儿我们认为太过分了，凭什么我们还要倒退回去？而且呢，这个冲突的问题，这个地区的问题，包括这路线问题，都已经谈了1年多，并不是莫迪见了拜登之后才突然改变立场。其实谈之前，中印双方都有个预期，就是这个事儿本来就不是那么好谈的，而且双方每次谈这个脱离接触都不是一蹴而就，也就没有指望这个第13次军长会谈能够取得什么显著成果。所以双方后来还说继续保持接触，并没有特别强的要搞出冲突那种味道。而且呢，拜登那边最近面临的主要问题、主要麻烦是在国内。拜登最近的支持率下滑的比较快，而那个老对手特朗普经过半年多休整，现在是卷土重来，支持率还节节攀升，天天嚷嚷着拜登他当了半年多总统就把美国给害死了，所以号召手下的人要起来推翻拜登。那拜登怎么办？这个时候如果拜登继续跟中国死掐来捞政绩，只能证明当初特朗普的路线是对的。所以他现在要跟特朗普对抗，就不能走特朗普的路。所以我们最近看到的是拜登政府一直要谈，一直要缓和。苏黎世这次谈完之后，终于让拜登在对华关系缓和上有了成果。这个时候拜登还去怂恿莫迪闹事儿，真当拜登没脑子吗？而且就算是拜登要莫迪做点什么，也不会让莫迪刚见完面回国马上就动手，隔着2天就动手，那痕迹也太明显了。而且呢，就算是印度要采取某种态度或者改变某种态度，前提一定是要有配套的军队调动和资源配置，这些对印度来讲都需要相当长时间。所以这回印度的态度改变应该是自己规划、自己准备的。这种事儿，印度自己就不会轻易的死心，根本也不需要拜登给他们授什么意。以前呢，我们节目说过，印度到了今天还觉得自己是有资格看不起中国。从62年到现在，印度人一直相信，只要坚持蚕食政策，就能一口一口的把中国领土咬下来，一定能够耗得过中国。所以根本不用人催他们，莫掌门也会用自己的小皮鞭时刻鞭策他自己。好，关于13次军长会谈中印度的态度是不是跟拜登的授意有什么关系？今天呢，我们先猜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说。